也擅长摔跤。对，漂亮，漂亮啊！注意看，印度拳王的头盖骨被少林寺总教头一记顶膝当场击碎，瞬间头破血流，吓坏场上裁判和台下观众。这名少林高僧就是来自湖南的猎人谢伟。他作为嵩山少林寺最受方丈青睐的和尚，也是被破格提拔为少林总教头，管理数百号人物。而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武术，谢伟则主动请缨，要求下山立正中国功夫。即使来到国际擂台，他也没有让老方丈和师兄师弟失望。凭借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和犀利无比的拳脚组合，一路连战连捷，成功豪夺6战6胜6次 KO 的不败战绩。然而就在他越战越勇之际，却突然杀出来了一位印度柔术高手。阿加萨作为南非108位拳手中最出色的那一个，实力是绝对的不容小觑。面对这位强势来袭的中国选手，阿加萨则扬言要亲手将他打回原形，以此来证明中国功夫根本不堪一击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谢伟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黑短裤是中国选手谢伟，蓝色短裤则是印度拳王阿加萨。阿加萨虽然也练过一段时间的拳击，但他在站立格斗上的水平却远远不如谢伟。而他在之前打过的几场比赛中，也往往是在地面通过锁技来完成降服。所以他这场比赛的打法战术非常明确，那就是尽量将战场控制到地面环节。奈何谢伟既然敢登上擂台，那必定是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，在加强防抱摔技术的同时，也对中远距离的控制能力进行了训练。因此阿加萨想要得逞还是比较困难的。把对手撂倒之后呢，在对方地面时那一拳打得也够准，不错。还是尝试下潜抱单腿。是，谢伟防摔做得不错，这下躲掉了，再逃，再转过身来，被对方压向笼边。处理的整体还不错啊。包括呢打的那2下，我们说这个锤击基本也都是打在了有效部位，没有打这个不合法的位置。哦，厉害厉害！要真得说阿加萨的一个摔跤能力是很棒啊，这是一个大外翼动作。在地面缠斗环节，虽然阿加萨占据了上身位，但谢伟也并没有因此就放弃挣扎。虽然阿加萨是南非众多选手中实力最强悍的那一个，但这可是在综合格斗的擂台上进行的一场比赛，摔跤技术再强，那也需要有进入地面的机会才行。反观谢伟的柔术技巧虽然不如对手，但他从进入嵩山少林寺的那一刻起，便日复一日的练习站立格斗，因为在力量感和重心上绝对能甩老外10条街。奈何阿加萨今天是铁了心的，想要把小伙当场软柿子捏，只要有一丝进入地面的机会，他都会拼尽全力。班的选手的话，被阿加萨这么带进地面，他其实很难逃，而且不会在瞬间当中去反应这个交感。是，这个是我们说柔术选手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环，交感。场边也在提醒谢伟再跟对方去角力。Action！ 阿加萨瞬间的一个重心下沉，再次放力，谢伟坐在阿加萨身上，再转过来。谢伟刚才的这下逃的动作非常高级，没错，漂亮漂亮，连续的砸拳，阿加萨危险了。一旦来到站立环节，那阿加萨则只有逃跑的份。反观谢伟，则在步伐压制的同时，还在寻找机会施展组合拳。对于擅长摔跤的阿加萨来说，如果他想要赢下比赛，那只有在地面才有一线生机。不过经过刚才的纠缠，相信此时的他也明白了这场可能的困难性，除非谢伟想打地面，不然就凭阿加萨这2把刷子是根本不可能得逞的。虽然两人都是各有优劣的单方面选手，但谢伟与阿加萨不同的是，即使他不擅长地面，那也不会给对手打地面的机会。而且谢伟呢，理解对方的优势，根据你这个优势做出我的比赛策略。谢伟这场比赛赛前肯定是从一个摔跤手的角度来思考这个比赛，他的对手可能会怎么打。是，必须要说前面的这个4分多钟时间是非常高水平、非常绚烂的4分多钟，没错，两个人都有很好的表现。好的，好的。经过Conor 的指挥呢，也是避免在笼边和对手过多的纠缠，通过膝撞重新回到圆笼的中央。第一回合的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一直抱摔失败的阿加萨绝对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无论是抱摔还是不抱摔，他都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挨揍。而为了不再站立被谢伟压制，阿加萨不惜浪费很多体能，也要来到地面环节。不过一次能被防守住是运气，但次次都能防守住可是实打实的实力。奈何就算谢伟拿到了优势，掌握了比赛节奏，也不能放松丝毫警惕。毕竟阿加萨可以失败很多次，但只要他能成功一次，那谢伟便会陷入到危险中。不错，转身后蹬，
中扫踢，漂亮。不要投注，不要谢伟，没事啊，他没有，漂亮，连续膝撞，哇，还有一个近体摆肘，没错。打过了，你快点，打过了，他这你这边传也不行啊。还是回反架。比赛进行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，阿加萨根本就不是谢维的对手。但他再怎么说，也是南非108位拳手中最厉害的那一个，实力自然也是有的。就算战力技术不如谢维，但也远超一般人，不然也不会在谢维如此强悍的压制下，还能撑到第2回合。而貌似刚才的失利，让他的教练团队紧急改变了打法战术，竟直接放弃了抱摔，想要与谢维在战力进行对拼。也不知道这群家伙的脑袋里装着什么，反正都是挨打。实施抱摔的话，还有一丝获胜的可能；如果执意打战力，那只会被揍得更惨。杨辉应该是63、64啊，阿加萨呢差不多67。还有2分钟的时间。这一回合来看的话，谢维还没有在拳头上面占到多少便宜。不甘心的阿加萨已经打算放手一搏了，不过谢维依然用着超高的警惕来与对手进行对峙。首次站上国际擂台的阿加萨能碰到谢维，那绝对是他的荣幸。以为称霸了南非拳坛就能在国际擂台大展拳脚，那未免想的也太好了。此时还在顽强抵抗的阿加萨打不过就算了，防也防不住，就算找到机会能与谢维进行纠缠，那也完全没有施展动作的空间。印度阿三支不过是想抱大腿罢了，结果中国选手却直接化身成了攻防兼备的高智商坦克，这无异于是强者对弱者的降维打击。还有1分钟，指令很明确啊。是。阿加萨呢，我们看除了摔以外，他还有更多的进攻手段才行，因为现在这段时间他这个手段太单调了。你在这个龙边的相持，你哪怕打一些这个像我们说这钢拳也好啊，没错。阿加萨呢，可以说他的战术目的很明确，当然也可以说他比赛当中的一些计划太单一。是啊，终于等到台裁的介入。30秒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阿加萨的劣势也越来越明显。再次来到战力环节的谢维也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，看来他是想要在回合结束之前彻底结束比赛了。反观游走在擂台边缘的阿加萨，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悄悄来临。就算是柔术高手，那又怎样？综合格斗的擂台可是一项十分开放的竞技比赛，没有施展动作的动作，那无异于是废人一个。与猛打猛冲的谢维相比，阿加萨还是太年轻了。想要在国际擂台上打比赛，最起码还要多练习几年才行。开了一道好大的口子，就在10秒钟之前还带到了他的头部。是，哇，这口子好大呀！对，哦，弃赛了。最终谢维成功在第2回合 KO 对手，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觉得中国选手谢维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